办的这么难，为什么要坚持？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。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，都是拿命拼出来的。我当警察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？我们是刑警啊，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！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，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，掘地3尺，我要把它挖出来。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，哥俩比较亲近。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弟陈晓东也值得怀疑。初二他跟他的母亲到省城去走亲戚了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宋小军我觉着不像，从气质上，这也不像做大案的人，而且没有前科呀。可我认为宋小军这伙人是做大案的材料。几个月前，他们就把这个案子已经筹划好了。几个月前，你们想想啊，一个无名尸摆在那儿，10几天了，咱都找不到尸源。哎，他就在合昌，这本地人，有家庭，有邻居，有熟人，咱们查得那么仔细，筛了4遍网，就算民警他再失误，怎么可能连一个失踪人口都查不着呢？所以这个陈小秋，他去韩国，就是个幌子。陈小秋去韩国是宋小军一个人送他上的火车，所以陈小秋上没上火车，走没走，只有宋小军一个人知道，他们家里并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在排查的过程当中，到他们家，他们家里人没反应，他们是被蒙在鼓里的。他们潜伏了3个月，才出来活动，这不是一般人能策划出来的。孙哲学过车，会开车。宋小军又是送陈小秋去韩国的联系人。陈小秋如果回来，无论如何他都要跟宋小军联系。也就是说，宋小军无论怎样都应该知道陈小秋的行踪。那我觉得得立刻对宋小军这几个人采取行动，不能再拖。我们应该马上研究一下抓捕方案，立刻抓捕宋小军、孙哲、宋小民。把他们都叫来吧，讨论一下那个抓捕行动。但是注意保密，绝不能透露半点风声。是。我建议啊，凌晨3、4点钟，那个时候是人最困的时候，而且呢，对方有枪，又有作战经验，他们现在是高度警觉的时候，而且犯的都是死罪，那根本就不抱侥幸心理，弄不好啊会有枪战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争取抓活的。我倒觉得明天凌晨6点半行动比较合适。这个时候，犯罪嫌疑人容易麻痹。天也亮了，很多人家已经开了街门，街上的人不多，但也没离开家，这样行动起来不大显眼。行，可以。我们组成3个抓捕小组，秦川在哪？
在这儿。你和杨茂生负责抓捕宋小军。是。胡斌在哪？到。你负责抓捕孙哲。是。肖金东在哪？到。你负责抓捕宋晓明。是。明天凌晨2点开饭，6点出发。我要强调一下，天冷，天气预报说今晚要降到零下30度，让蹲守的干警注意保暖。是。你咋不睡啊？3台救护车，应该不是给那几个准备的吧？真瘆得慌。当然了，他们手里有枪。在呢。是孙哲媳妇吗？嗯。孙哲在吗？嗯。哎呦。我们依法拘传宋小军，你配合一下，跟我们去公安局协助调查。
啥都没有啊。枪、衣物，凡是跟这个案子有关的，一件都没有，跟陈家一样。枪支弹药一定是转移了。按京东的分析，家人肯定不知道情况。那现在唯一的对策就是开展审讯，找突破口。把你们市局预审科的人调来先上，注意啊，对方只是犯罪嫌疑人，注意方式方法，别把子弹给我吐露光了。明白，我去安排。叫啥名？宋小军。叫你来，知道为啥不？不知道。西山矿发生的案件，你知道不？这事儿跟我没关系。别扯别的，我问你啥时候知道的？就那2天知道的，就是我听我媳妇说的，应该是上个月28号还是29号吧。那你28、29这2天，你在哪儿？都干啥了？我28号、29号在哪儿呢？对。我没出门，我在家来着。洗衣服、收拾屋子。有谁到你家去过？没有谁来过我家，没有。你和谁接触比较密切？密切啊，就是关系好点的呗。常来往？常来往的，我同学张华子、叶军儿，还有我媳妇儿干妈家的孩子陈小秋，修摩托的赵哥，还有几个朋友呢，关系就都一般了，都得说吗？你咋认识赵哥的？修摩托认识的。你说一下他的基本情况。赵哥32、3岁吧，修摩托挺厉害的，在矿里上班。他家就住在矿里小学南大墙那街边，就那个上面有油毡纸铺的那个，就他家。对。你们俩经常来往吗？没有，我们就有时候接触。上次得是去年9月份，我给我儿子办满月，我把他和陈小秋叫到我家来喝酒来了。后来他又来我老丈人家买过一次白条鸡，一气儿买了4只，我这印象还挺深的。再后来，没有了。实在想不起来了，都包的就剩眼睛了。好像是，又不太像。哎呀，我也说不好，说不好。你咋认识陈小秋的？陈小秋啊？对。陈小秋上班认识的。他妈是我媳妇儿干妈。我儿子满月，他不也过来了，喝酒来了吗？后来他10月份又来我家，我去他家喝过一次酒，都是和他家人一起喝的，都在。那你说一下陈小秋的一般情况。
陈小秋一般情况了啊，个儿挺高，1.8米多大个儿，比我高半头，比我壮，比我黑，就能给我装进去，还有富裕的那种。眼睛就这面，就他这面，你这面嘛，就是眼睛有点斜歪。对。陈小秋他人现在在哪？应该在韩国呢。去年10月份，他说要去韩国打工。临走前请客喝酒，我去了。后来我又给他送到火车站。再后来就没信儿了。这没见过面了就。这期间，他给你来过信没有？没有啊。我有一次我上他家的，我还专门去他家问了一下，问他爸还有他小弟，我说有没有信儿啊？秋子就，没信儿，也没来过信儿。那你媳妇儿为啥要认陈小秋他母亲做干妈？他家没有女孩儿。那是哪一年呢？我得想想。87年吧。我们俩一起上班，然后我们关系就越来越熟了。我带我媳妇儿呢就去他家玩，然后他妈一看我媳妇儿又温柔又长得挺好看，就特别喜欢，就说那就给我当干姑娘了，就这么回事儿。他走以后，你和他家人还来往吗？来往啊。那没事，我和我们2口子就去看看他爸他妈。今年年30，他妈还给我们送饺子来了，送了好多生的。然后临走之前，我还问他妈，我说小秋有没有消息啊？然后说没有。4个人里，宋小军的孩子过满月，只有陈小秋去了。陈小秋去韩国又是宋小军送的，那这看来他俩关系不一般呢，啊，挺亲近的。这就有问题啊！这个宋小军没有刻意隐瞒和陈小秋的关系，而且还主动说出了陈小秋的名字。但是这个名字呢，没有排在第一位。承认知道陈小秋去了韩国，却说呢就是一顿践行酒，意思就是不止他一个人知道这事儿啊，而且还特意提到了他不知道细节，说陈小秋去了韩国以后就再没联系了，这倒给自己洗得挺干净啊！那个陈小秋眼睛有毛病是吧？对，格楞眼是吧？这叫格楞眼哈。对，这差不多都是这意思啊。牙缺吗？缺不缺牙？缺不缺牙？对，问你呢，缺不缺牙？别想说。注意，那不缺吧？你这好像你们那么熟，缺不缺牙不知道，老在一块吃饭。至少这门牙不缺，就是这几颗肯定是不缺，那里面咱就不知道了。他身上有没有啥记号啥的？比如说纹身有没有？没注意，反正脸上和手上肯定没有。我们平时老在一起的，夏天穿棉袄啊、棉裤啊都穿上啊，夏天啊那还看不见呢。确实没有，没有。最近有没有外地人跟他接触？我说这2回没有，肯定没有。那你们俩最近去没去过外地？上外地干啥去啊？没有，确实没有吗？没有。你们俩这个之前犯过事儿没有？有没有前科？没有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这我不敢说的，想好了再说。他那我不知道，我至少我没有，我确实没有。实话吗？实话呀，说的是实话，是实话。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属实吗？属实，我干干净净的。他老婆也经常去陈家，而且还是陈家的干闺女。那陈小秋走了，他妈还过年的时候送饺子，看上去他们家这2家走得近是他老婆的关系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
他这个不经意的就冲淡了自己跟陈小秋的私交，倒变成了他老婆的人际关系了。如果宋小军不是无辜的，那就是他相当有准备，考虑的非常周密，这不简单呐。这里边有2点必须深究。第一，1月28号，他没出门，有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？第二，陈小秋去韩国到底是不是他介绍的？这2点，如果有一点有矛盾，就能打开突破口。白磊，我再问你一遍，1月28号晚上，就是西山矿案发那一天，你爱人出去没有？这都多晚的事儿了，记不住了。应该没出去。是在家吗？你这死冷寒天的干啥去啊？明确啊。明确。我哥结完婚之后分家了，他在外面单过，我啥也不知道。1月28号那天，你在啥地方？在干啥？谁能证明？1月28号那天，我跟3个朋友打麻将来着，从下午3点就开始，打到晚上9点来钟才散。都谁呀？都是我邻居。知道名字吗？那肯定。你以前好像在西山矿上班吗？是。具体职务？工人。水电科的。那是在西山矿的北楼吧？是。你对北楼很熟吧？熟。啥时候辞的职啊？没辞职啊，我办的停薪留职。去年10月份的事儿。为啥要停薪留职啊？工资开得太少了。我想出去做点小买卖，做点服装啊、日用品什么的。你和陈小秋、宋小军是啥关系？那都是哥们儿，但平时也不怎么联系。跟陈小秋呢也没那么熟，我俩得有好几个月没见了吧。跟宋小军也得有几个月没联系了。1月28号，西山矿出事那天，你在哪？20，那我没在本地啊，我29号才回来过的春节嘛。我去北京做买卖，去年10月份就走了，联系点木耳生意。我媳妇儿还给我拿了2000多块钱路费呢。这钱都花了。最后买卖也没谈成。谁能证明你去了北京呢？我媳妇儿。那除了你媳妇以外，还有谁？也有人能证明。谁？我这不是那个坐火车先到旭城吗？然后从旭城再转车去培兴，在旭城候车大厅遇见个女的，我俩一块儿都是去的培兴。她叫啥名？叫丽丽。她姓啥呀？那我不知道，没跟我说呀。那她在什么地方工作？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干那个的吧。多大岁数啊？能有个18、19岁。旭城的。他住哪儿？这我真不知道，他没跟我说呀。那你们俩是啥时候分开的？就是从培兴回到旭城，在旭城火车站。这么长时间，2000块钱够花吗？陪丽丽，花费可小不了啊。我回来的路上掏了个包，偷了多少钱呢？3000多。过去偷过多少？过去没偷过，这次不都是为了那女的吗？
谢霆，潘局，魏叔，这个是宋小民和孙哲的口供。宋小民说，他1月28号晚上跟3个朋友打麻将来着，一直打到晚上9点多才散的。核实过了，情况属实。那这个宋小民的审讯可以结束，但是不能让他走。为了保密啊，先扣在局里。这个审讯记录看，孙哲的心理素质比较差，可以继续进宫。这个他表现的是最慌的，但实际上呢，他把这个作案时间给否定了。我觉得还是得从家属口里争取到突破口。可以。好。我已经怀孕了，他在外边不会乱来的。你认识陈小秋吗？不认识。1月28号，孙哲在哪儿？他11月底就去省城培兴做买卖去了，29号晚上7点多钟才回来。你是什么时候听说西山煤矿出事的？我第2天就听说了。孙哲知道这件事之后什么反应？我们当时都在议论这个事儿，在他父母家，他当时也议论了，他就说这些人下手挺狠的，我也没看出来他有啥反常现象啊。我男人到底犯啥事儿了？他不会和西山矿案子有关系吧？他干不出这种事儿来，他是个老实人。侦查员去孙哲家附近跟邻居都问了，有2个人反映说，年前确实好长一段时间没看见孙哲在家。还有个工人说，他刚下班，29号那天7点多钟，他看见孙哲了，拎着一个黑色的旅行包进的单元门。竟然还有证人，哼！啊，这审了都快1天了，这都下午4点了，这咱们没拿到任何东西啊。咱们审了1轮又1轮，预审科也上了，一直在审着呢。但是大家普遍的反应是疑点在下降。先停了吧。现在这比较麻烦的啊，是咱们拿不到直接的证据，全靠分析判断来确定犯罪嫌疑。我觉着咱们不可能先拿证据再抓人。可是受审这事儿不能超过24小时啊！明天早上6点半，要再问不出个啥来，那这3人就得放。再要收审，那就复杂了。假如说孙小军这3人就是犯罪嫌疑人，经这几轮审讯，心理上已经有了适应能力，那我们就更被动。初审没有任何结果，案子到了十字路口，看来我们得重新定方向。人命关天，不能出任何错。我们既不能放过一个坏人，更不能冤枉一个好人。现在是一半一半，宋小军这3人最大嫌疑，但是也不排除误判的可能性。那宋小民不就已经明确了没有参与吗？我不这么看。虽然这个宋小民暂时被排除怀疑了，但是这个宋小军和这个孙哲，他俩作案的可能性最大。说他们俩疑点降低，没啥根据。我觉得还是没审透。你们看啊，这个宋小军，他1月28号晚上不在现场的证明人是谁呀？他媳妇儿，这不足以为凭啊！啊，而且审他的时候，
这表现的也太沉稳了，我觉得这就不太正常。还有这个什么孙哲，他说他11月份就离开这儿了，去外地了，啊，1月29号晚上才回来，咋证明他去哪儿了？他说这个有个什么丽丽，那这个证人根本咱们就找不着，还说为了什么丽丽去偷3000块钱，这明显就是临时瞎编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俩人啊，嫌疑最大，应该接着审。继续审，主供带领。我啥也不知道，你让我说啥呀？到底啊？审了1天了，还没审下来。孩子在家呢，回去喂奶去，你们这是要干啥呀？哥哥，你听说没？知不知道？他们说可能抓错了，还想着抓另外那伙刀枪炮，又怕整错了，把他们给吓了。谁说的？长不长脑子？这不可能整错。你咋这肯定？那不是肯定。我们这么长时间工作白做了，你以为我脑子白给呢？你以为戴军的脑子？说我啥呢？没啥，戴军，那孙小军还没撂吗？小子嘴是真硬。告诉你白灵，哭没有用，你就哭上大天来也不行。你把我哭在这干啥？我啥也不知道。审了半天，啥也没问出来，鬼哭狼嚎的，怎么办？让他回去？回啥回？继续审，今天必须把他酒给撬开。哦，戴军，我能试试吗？我认识他好多年了，我了解他。好，让金娟试试。但是我有一个请求，能找人把他孩子抱回来。当妈的见了孩子心会软。你让我回去吧！你把我哭在这干啥？我啥也不知道。别哭了，一会儿让孩子姥姥把孩子抱过来。川儿哥，你让我回去吧，我啥也不知道。我孩子那么小，你们折腾他干啥呀？你叫我啥？川儿哥。我叫什么名？你不叫秦川吗？我家住哪儿啊？你家住12楼街，小杆底。你说我妈叫什么？秦婶儿。我妈经常去你那儿买白条鸡吗？嗯。过年的时候买几只啊？2只吧，至少2只。我之前在哪儿工作？大山子派出所。大山子派出所。嗯。你除了跟我熟，还跟谁熟啊？生哥，还有高叔。高叔。嗯。就是保健社副所长。我高叔。那你知道你高叔怎么死的吗？嗯。被人整死的。抢了枪，把他给打死了。那你知道杀高所的人跟西山矿抢工资款这些人是一伙人吗？你结婚时候，高所去没去？
去了。你随多少钱礼啊？50。高叔这人最好，让100给我随50。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会给你随这么多钱吗？因为他觉得你是一个好姑娘。他那天参加完婚礼，喝点酒，跟我说的，说玲儿嫁人了，嫁人还不错，像是个老实人。你告诉我，宋小军是老实人吗？那金戒指怎么没戴啊？告假了。为什么不戴啊？手冻肿了，戴不进去了。我知道这戒指是宋小军给你买的，一个金戒指的钱，那赶上普通一家人1年的开销啊。他挣钱这么容易吗？你心里没数吗？这大嘎得多少钱呀？你管多少钱呢？给你买了你就戴呗。你给我买的，你哪来的钱呢？我挣的呀。你咋挣的？我做买卖挣的呀。啥玩意儿你？你卖个布你能挣这么多钱啊？我还倒腾别的呢。如果宋小军的钱都是沾了别人的血，甚至是你高叔的血，你怎么想？别说这个了，就说宋小军拿这个沾血的钱给家里买口锅吧，然后你天天用它煮饭煮菜，你跟孩子……别说了，你先别说了，你别说了。小玲，宋小军是你男人，你不想揭发他，我理解啊。但是西山矿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，不是普通事儿，不是你想包就包得住的。死了10个人，还有一个11岁小孩，每一个都补了枪。你也有孩子，那你能想象一个11岁孩子已经躺地上了，然后拿枪照着脑袋，还补枪吗？坐下，坐下。听我说，白玲，宋小军跟他的同伙都被捕了啊！你不揭发他，会有人主动揭发他；但你不揭发他，你就是包庇他，包庇是要进去的。你想过吗？你进去之后，孩子怎么办？哎，看着我，孩子多大了？6个月。多大？6个月。再说一遍。6个月。
了？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，啊？能保住你们娘俩。孩子这么小，宋小军他肯定得进去，啊。他不需要你们为他负责，能听懂我这话吗？啊？我真的啥也不知道。你怀疑过吗？怀疑过吗？我怀疑过。就把你怀疑的讲出来。第一次起义是93年开春，那会儿吧，他在外面倒的那破摩托车，然后也不咋赚钱。我俩那会儿还没孩子呢，过年就回娘家了。我爸我妈给了我500块钱，结果那个过完年没多久，他就说他赚着钱了，然后就带我去了那个惠海住的那个宾馆，挺豪华的，然后还给我买了一个大金戒指。你看你这手，全是疮，凭啥咱不戴这么好的戒指？我这么好的媳妇儿，戴着，戴着啊！赚钱咱也不能这样花呀！你带我来这儿，这每天得花多少钱呀？你又买个这玩意儿，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，你看跟大萝卜似的，哎，这个格格不入的。哎呀，不要了，你给退回去。退谁呀？我退哪儿去啊？哪儿买的就退哪儿去呗。急眼了。